那你现在来这边打羽球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？跟台湾打羽球感觉起来？最大的差别就是价钱吧，场地费就只有5倍。好扯哦。对。那你为什么来这边会看打羽球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。近5年都是会在美国，但是未来退休都是想要回台湾。应该吧，回台湾退休，我去宜兰种田。去宜兰种田。欢迎收看《矽谷1001夜》，我是 Rachel， 我是天妮，我是明燕。我们今天要来突袭湾区的羽球场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，就是湾区的台湾人下班之后都在干嘛？那很大一部分呢，就是打羽球。之前有听说有些朋友有一些羽球的群组，会到有80个台湾人这样，然后每次要打羽球都非常的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奇说，他们打羽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然后顺便突袭他们，来访问他们说以后会想要留在美国，还是想要回台湾 ？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在来是 Synergy， 然后 Synergy 是这边一个湾区的一个球馆，它有2分部，一个在 Menlo Park， 一个在 Fremont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常常揪打羽球的地方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定场制的，然后一个场地1个小时是50块美金。那个场地要超过4个人的话，每加1个人是加15块这样。那我们这边是通常会定3个场，然后有12到16个人台湾人会一起来打，所以这样平均分起来大概每个人是18到20，差不多。18，然后可以打1个半小时吗？对对对。那你喜欢这个羽球馆什么地方？其实完全没有太多选择，对，但这间就是首先它价钱还算这边合理，就是这算是美国就是正常的价钱，对，然后还有它这边有很多还不错的课。哦，你刚才是有找那个香港老师上课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不然你就带我们去里面看大家吧。好啊，走吧。走。哇，这个一拍的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为什么都在这边打羽球吗？一开始就是想找点事做，在湾区还蛮少清幽的。对，就室友们都喜欢打羽毛球，所以就你说包含 Rachel。对。哦。他这个团是他第1个创的。真的？我一开始是跟我的同事，然后结果就发现，其实定场好像蛮容易，就想说来约约看大家。那你在湾区除了打羽球，还会做什么运动？我前阵子有打过一阵子篮球，但也是找不太到人，所以而且篮球有点容易受伤，所以就要改这个比较温和的羽球。你好，请问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我叫优喜。你以前本来就是在打羽球的。对，就是来湾区工作之后，就很多人在打羽球，所以我才开始打蛮久了。然后其他运动也蛮难上手，所以就继续打。那你打了多久了？就断断续续，可能有3-4年这样。那你原本在台湾都是做什么休闲活动？就没有打羽球的吗？打桌球。那感觉好像蛮类似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拍类。桌球、羽球爱好者都差不多。对啊。那你也有在这里上课，对不对？对，之前上过1期这样子，就在这个场地。那你觉得这个上课的品质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如果你照过去的话，现在那边也正在上，然后就是他会4个人一起，然后就练一组动作这样子。嗨，九屯 ，Hello， 你染了一个新发色呢。对啊，很帅。谢谢。听说你是系羽的。对。那来这边有没有电报全场？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厉害的。客套了。没有。你以前在台湾就有打羽球，那你现在来这边打羽球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？跟台湾打羽球感觉起来？最大的差别就是价钱吧，光是球就会1.5到2倍。像我这次回去台湾，有一部分也是要回去买球回来这样。然后场地费也有差。像台大那时候综合体育馆，就算是校外人士租也只要300块。然后可以4个人分，是4个人分，最多是到6个人分这样子。在这边的话，1个小时1个场地就是50块美金了，所以就直接场地费就直接5倍。好扯哦。对。那你在这边的羽球团有几个？就除了这个，你还有其他团？我还有另外2团。礼拜天那个是不是就是有80个台湾人在那个群里面？只有80个吗？应该很多，但是应该更多，可能最多有到50几个，就是一个羽球馆里面，然后里面大概有20个场。哦，对。然后我们大概
抢就抢到5-6个场这样。所以就是你要打，然后对对对抽一下打对，那个就是比较，我觉得一半社交，一半在打球。受伤打中。哦，谁打的？那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一下羽球情侣档。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球团？我们俩就Brian和 Rachel 一开始先打，哦，然后后来想说越早越多人，哦，就自成，然哦，后Fiona。好像Fiona是团长。我们约了 Fiona 来打，结果 Fiona 比我们还要热衷，后来他就变团长，负责定场。那你们对于这个球团现在这么茁壮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蛮开心的，每个礼拜有人跟我一起打球。有些朋友会带新朋友，你可以认识到很多台湾人。那你们在台湾原本的休闲娱乐都会做什么？完全不运动，有太多事情可以做。就是搭捷运就可以跑走。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团长 Fiona， 要帮我们跳一段舞吗？不要。我们邀请团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你怎么筹办这个羽球团的？这个羽球团呢是 Rachel 开始的哦，是 Brian。 ，Brian 跟 Rachel 他们一群室友开始慢慢打球，是，然后我加入之后呢，因为每次都没有场，所以呢我就想说，那不然就来提早订场，现在看到这个羽球团这么多台湾人有什么感觉？很开心啊，而且台湾人好像都蛮愿意打羽球的。哦，这个团就是都是大家的，就是都是朋友的朋友，比较认识的。所以都是蛮优质的。对，苦笑是什么意思？苦笑。大家都就是很优质。那你以前自己有打羽球吗？没有我是从来这边才看，那你为什么来这边会看打羽球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。嗨 Rachel， Hello， 问你哦，那像你们这么多台湾人的话，是怎么找到这个场地的？因为他那个场地是就是2个礼拜之前会释出，所以我们呢每次打完球就开始抢2个礼拜之后的场地，所以就可以确保每次都可以订到我们要的场地。那不会抢到场之后发现那个礼拜没有人要来打？不会，每次都很踊跃。哦，对啊。那你有要介绍其他球馆吗？就是我们礼拜天去的那个叫做冰胖，然后它算是在湾区应该最多分馆的一家，是采用不一样的制度，就是你虽然可以订场，但是主要大部分人都是 drop in， 一次就是可能20几块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一次买10张 pass， 然后一次就是18.5块，进去就可以无限打，但是你要去抢场地，有一个系统去登记说你要哪个场地，然后如果有人已经登记的话，你就要等。对，然后如果等到的话，一次就是打30或45分钟这样子。其实它羽球还蛮贵的，真的，每次打至少要花至少20块以上，包括球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入场费。好了，来打篮球了啦。薪水高哦，虽然今天下雨，但是这边天气很好，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湿。天气很好，就是跟台湾比的话，就不会因为陷入苦恼，好像很难说有，暂时想不到。暂时想不到。我觉得台湾生活还是有它的方便之处。对，我觉得美国其实还蛮适合运动的，就是户外运动，像露营啊，或者是登山这种。对，我以前其实，在台湾我是很讨厌户外运动的，但来这边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户外运动还蛮有趣的。是因为美国没有蚊子吗？对，而且天气也比较好。就像露营的话，台湾可能夏天就会很热啊。美国不用洗澡也觉得还可以。对，美国就是住个2个晚上，可能还撑得下去。可能比较不用加班吧。工作的环境比较好。对，可以偷懒。你是有在台湾上过班吗？其实也没有只是感觉刻板印象。就听大家说。
我会继续待在美国，是因为考虑职涯上面发展。哦，了解。因为我做的比较偏生物、生技这方面，所以回台湾比较没什么工作。哦，了解。所以就是在台湾生活比较方便，可是为了职涯考虑，会待在美国。你最后会回台湾退休吗？还是也不一定？还没想那么远，对，还没想那么远。暂时会想留在美国。这个暂时会多久？假设以后有要生小孩再考虑，暂时目前没有考虑这样。哦，如果近5年应该都会在。哦，近5年都是会在美国，但是未来退休都是想要回台湾。应该吧，回台湾退休去宜兰种田。去宜兰种田。我觉得近几年来可能都会待在美国，这边感觉赚钱，退休然后现在还就是年轻健康，不要再生病。哦，还不需要常常看医生。对，如果要退休的时候会回台湾吗？希望会。我其实想说可能做到 senior， 然后回去能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的时候。所以1 senior 就退。对，差不多。因为我的朋友啊，然后女朋友什么的都在台湾，所以可能最后还是会回去。对，但应该还是会想在这里存到一个。未婚妻了，对，未婚妻。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推荐给身边的朋友。海外生活不孤单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